艺人登庆典占优，刘诗诗有钱，杨紫嫌记不住，高野界征婚还没。2月初5恰逢灯会，众多女明星纷纷在友情台晒出灯会商务照。刘诗诗工作室晒出一张她身穿浅蓝色中国风轻裙的写真，纹上绘有梅、兰、竹、菊之丽。新的蓝色品种具有诗歌的精致风度，露肩的设计更是把刘诗诗无与伦比的肩颈和锁骨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她的皮肤白皙，她的动作彰显时尚，她令人愉快，以至于人们无法将目光从她们身上移开。杨颖穿着一件浓咖啡色的软垫大衣，戴着一顶贵重的帽子，留在雪地里。完美的五官和超凡的气质，简直就像画布一样可爱。不得不说，杨颖的长相真是无可挑剔。看到杨颖的消息后，不少网友纷纷留言表示梦回赵希曼。杨紫晒出的写真中，她身穿连帽大衣，略带波浪形的长发，裹着裹身裙，对着镜头甜美地笑着，一副大小姐式的蓄势待发的样子。不过也说不上是颜值过头还是其他原因，杨紫的长相有些面目全非，也给人一种不一般的感觉。尽管如此，她的总体状况仍然很棒。著名小花赵露思工作室送来她的剧照，手握一盏兔灯，笑容甜美，气候感十足。不得不说，赵露思的气场极佳。谭松韵身着红色旗袍，紧身设计勾勒出无敌的弯腰，头发扎成一团留在红灯前，整个画面泡泡十足。最初拥有一张可爱的面孔，她精神焕发，更加展现了她的活力。张子枫身穿吊带裙，头发在微风的吹拂下显得有些凌乱，却又增添了一种另类的空气感。她抬起头，打量着距离，她完美无瑕的面部高光和轮廓让人嫉妒不已。前旋律穿着一件剪裁长裙，隐隐约约地看到了她的细腿。她双手插兜，眼神坚定，一副君王般的尊贵气质，气质满满。凭借《热带风暴》中的嫁姐一脚成名的高野，竟然留着臭名昭著的短发，眼神充满感染力，举手投足间尽显大小姐气质。再次有不少网友表示，她被姐姐的婚姻惊呆了。更有使者任敏、杨幂、鞠婧祎、虞书欣、吴宣仪等众多艺人晒出了自己的商业照。你最喜欢哪个？02观察不止2申东发车10大自驾艺人爆出肖战李沁确定留任。观察余年作为近一段时间主力艺人的首部作品，凭借其独特作品的高进度和无处不在的驾驶工作而备受瞩目。同样，该剧是另一个系列，加入了艺术作品，即将拍摄的第2部和第3部更为人所知。目前，从观察不止第1段结束到现在已经整整3年，后面的部分曝光和预热也接近尾声，关于跳跃式启动的新鲜感终于爆发了。晚的。尽管这次开球时间很艰难，但也宣布了主场作战的可能性。观察不止2申东送行，10大驾驭艺人揭晓，肖战李沁的命运得到肯定。张若昀牵手一旋律，郭麒麟领衔反弹。主要要说的就是张若昀、涂怡、郭麒麟这几位著名的驾驭艺人。从守望多年2的宣言开始，他们就已经确定了回归与参加了，所以他们回来是没有问题的。更何况刘端端、张浩维、辛芷蕾等知名配角也在随后爆出回归的消息，可以说是能量满载了一段时间。老艺人遭遇重重厄运，陈道明无事下落不明。除了前面提到的众多知名艺人，老艺人的馈赠同样是这场观察不止的成败关键。综上所述，剧中的亲掌门陈萍萍、长公主、范建、王启年等角色都是非常有名的。可惜的是，最近的消息，这些老戏骨并没有全部回归，最开始失踪的就是陈道明和吴派克了。据了解，陈道明此前曾发表演说演出观察不止2，虽然没有公布解释，但他的不出现是在所难免的。而陈萍萍饰演的吴氏也不知为何离开，直言影响了新剧，实在是太可惜了。随着陈道明和吴波瑟的陆续缺席，这部观察多年2也很快找到了新的报名者，分别由何晟铭和邢民山主演。对于何晟铭，更多人应该有所了解。总而言之，他出道时间很长，参加过很多综艺节目的反派。他的演技是一流的，但他的知名度也普遍出色。无论如何都可以预见，
此外，在庆余年2中，庆皇的打斗场面将得到极大的拓展。与更老成的陈道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人到中年的何晟铭将以额外的角度出现。显然，最后的影响要等到演出结束才能知道。另外，陈萍萍的新对手邢民山虽然不是很出名，但绝对是实力很强的老戏骨，大家不妨多多留意。林婉儿、严冰云传出可能性，肖战、李沁确认。说起观察不止中的明星艺人，除了张若昀作为主打艺人外，林婉儿饰演的李沁和严冰云饰演的肖战想必是当之无愧的佼佼者。虽然两人的戏份都不多，但凭借一线的热度，倒是点出了很多真实的角色。因此，从观察多年2的宣言开始，这2个职业的竞争者就一直处于高发状态。据最新预热，在即将上映的《观察不止2》中，林婉儿、严冰云居然担当第一阵容，李沁依旧领衔主演，肖战则改头换面。欢迎，你对此有什么看法？梁朝伟、郭富城倾力打造的秘籍《当微风再起时》，肖战非同凡响。当微风再起时的预定迎来了无数观众的围观。此次活动让无数人为之振奋，主要是因为预约现场的人不是普通人，而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肖战工作室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是肖战本人了。试问，如果不是制片厂经理肖战打手势安排，制片厂是绝对不可能定到港片《微风再起时》的，因为不是一个明显的解释。此外，我们还了解到，电影《当微风再起时》由翁子光统筹，梁朝伟、郭富城支持，还有杜鹃、许冠文、吴卓羲、谭耀文等人助阵。设定是肖战工作室的强项，突如其来的预约让很多人感慨。从一个角度来说，大家猜测于肖战的人设让人意外，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人意料。认识了翁子光、郭富城、梁朝伟等人，要不然他怎么能决定包场呢？再一次，这是对实际电影的尊重。综上所述，《当微风再起》这部电影又积攒了港片辉煌时代的演员阵容。要说的是梁朝伟，最重要的是他曾多次获得金像奖多次最佳艺人，2次最佳男配角，多次获得辉煌的小马奖2次最佳艺人，并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和中国电影媒体电影节常客等重要标准荣誉。一直以来，肖战凭借自己的演技突破极限，走向世界，吸引了无数人的关注，赢得了大家的认可。同样，影片的另一位驾车艺人郭富城也带回了无数冠军，从优秀小马奖到优秀影片奖，再到长春电影节、中国电影节等，都获得了他的个人荣誉。此外，我们同样了解到，郭富城虽然身为艺人，但同时也是一名歌手，获得过各种荣誉。他可以被视为唱和演的代表。这样一来，对于《微风复苏时》这部电影来说，就有了梁朝伟和郭富城的禀赋。剧情围绕2位传奇刑警雷勒、郭富城市和江南梁朝伟市的发展历程和家庭背景展开。有人可能会说，它具有尽可能克服障碍的功能。此外，值得关注的是，该片的监制翁子光创作并统筹了著名电影《踏血寻梅》，助其斩获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编剧奖。不仅如此，该剧一共斩获7项荣誉：最佳艺人、最佳艺人、最佳男配角、最佳男配角、最佳新人艺人、最佳摄影、最佳编剧，堪称一记重磅本雷打，山水茫茫一段时间。说到这里，我们要谈谈肖战和《微风归来》这部电影的联系，也就是肖战不一般的联想，也是我们开头说的《微风归来》定档的理由。事实上，对于2人关系的保密情况，我们根本没有机会有太多的经验，而且无论我们是否知道，我们都无法明明白白的理解，因为温暖和规则。尽管如此，我们可以讨论已经圈出并确认的数据。原来，在肖战参演的《如梦似幻》节目公开探班期间，《微风再起时》的监制翁子光亲临现场全程观看。此外，我们作为一个整体意识到这个节目的跨度是8个小时，万一看完全场，还得请团长翁子光等人就1天。这样的计划通常是真正令人满意的执行。随后，肖战与总裁翁子光的牵线搭桥可圈可点，而肖战包场《微风再起时》的案例更是代表了这一结局。小静注：其实肖战一直以来都在用自己的演技突破极限，闯入这个世界，吸引了无数人的关注，赢得了大家的认可。
我认为等同于他与翁子光的合作伙伴。